这个观点并不难直觉地理解，因为人类的意识与精神状态确实会受到电磁辐射的强烈影响。比如，我们已经知道，在冬季阳光减少的地区，人会出现所谓的季节性情绪失调 （SAD）， 表现包括焦虑、情绪波动、睡眠紊乱，甚至产生自杀倾向。如果把这个原理放大到宇宙层面，就很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整个银河系的辐射变化或许也会影响地球上的集体意识。目前，我们从银河中心接收到的辐射极少，因为银河系的核球区域被大量星际气体与尘埃遮挡，我们根本无法直接看见那里的光与能量。很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来自银河中心的能量长期无法到达地球，我们才会陷入黑铁纪，一个意识跌到谷底的时代。尤格特斯瓦曾写道，根据古代天文学家的说法，太阳在绕银河中心运行的过程中，会周期性的靠近或远离银河中心。这种距离变化会导致来自银河中心的电磁辐射发生波动，而这种辐射的变化正是影响人类意识节奏的关键。我对这个说法很好奇，太阳真的会这样来回摆动吗？查阅现代天文研究后发现，答案是太阳系在绕银河中心公转的同时，确实还有2种额外的运动。第一种是上下摆动运动。太阳系会以每秒5到7公里的速度，沿着银河盘面上下震荡，像在波浪中起伏一样。完成一次完整的上下摆动，大约需要6000万年。由于这个周期远远大于25800年的瑜伽轮回周期，所以它不能直接用来解释瑜伽循环的规律。第二种是向星与离星的往复运动。太阳系还会以每秒20公里的速度向银河中心靠近或远离，这种运动类似于一个正弦波式的呼吸。不过，目前科学家尚不清楚这种靠近、远离运动的完整周期或振幅是多少。换句话说，太阳系确实像在银河中呼吸一样，不只是绕圈，还会有前后、上下的节奏性摆动。至于这种摆动和古代所说的意识兴衰周期是否吻合，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确认。看来，尤格特斯瓦在书中提到的，很可能就是太阳系这种向银河中心靠近或远离的往复摆动。再次让人惊叹的是，古印度的天文学家早在几千年前就知道，太阳系在绕银河中心运行时，不仅公转，还会有这种横向的呼吸式运动。这又一次体现了古人超乎时代的智慧。不过，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确认，这种横向的摆动，速度大约每秒20公里，到底够不够大？会不会真的影响到我们从银河中心黑洞接收到的辐射量？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估算。假设这种横向运动的周期正好是25800年，即瑜伽轮回的长度，以每秒20公里的速度，在25800年内，太阳系总共会移动大约 1.72 光年。这样算下来，摆动的振幅及单程距离不到总距离的一半，也就是不足 0.86 光年。这个结果意味着，太阳系在一个瑜伽周期内的靠近或远离幅度其实非常有限。它是否足以显著改变我们接收到的银河中心辐射？这可能还需要更深入的天文学验证。可问题是，这个摆动幅度实在太小了。要知道，太阳到银河中心的距离足足有25800光年，而我们刚刚算出来的横向摆动振幅还不到 0.86 光年。和整个距离比起来，这简直就像在浩瀚海洋里轻轻晃了一下小船。这样的细微变化，真的能让来自银河中心黑洞的辐射发生足够大的波动，从而在一个瑜伽轮回里引发我们意识、体格和环境的巨大改变吗？老实说，这个推论很难让人信服。更糟的是，本来就几乎没有多少银河中心的辐射能穿过星际尘埃到达地球。那些厚重的星际尘云，就像一层层宇宙帷幕，把黑洞的信号大部分都遮挡了。于是，谜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虽然我依然倾向于相信，来自银河中心黑洞的电磁辐射波动，很可能是推动瑜伽轮回中意识起伏的关键因素，但这种辐射波动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太阳系的2种运动，横向摆动也好，上下震荡也罢，都解释不通。或许
我们可以换个思路，如果问题不在我们这里，而是在源头本身呢？如果银河中心的黑洞，那个宇宙的心脏，它自身的电磁辐射有没有可能在周期性变化的呢？如果它的辐射强度像正弦波一样，有高峰也有低谷，而且正好一个周期就是25800年呢？显然，一个看起来极其合理并且能自圆其说的解释，渐渐在我们面前成型。有时候，一个星系的核心会突然亮得惊人，释放出如此强烈的辐射，以至于它的光芒可以盖过整个星系其他所有恒星的总和。这种极其明亮的核心被称为活动星系核，简称 eigen。一个典型的 eigen， 它的光度大约是整个星系其他部分的4倍。天文学家已经确定 eigen 的能量来源正是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这些黑洞在某些时期会变得异常活跃，向外喷发出跨越整个电磁波谱的强烈辐射，从低频的无线电波一直到高能的伽马射线，无所不包。当一个星系的核心进入这样的活跃状态，我们就称它为一座活跃星系。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在它的核心同样拥有一个超大质量黑洞，也可能会经历极度活跃的阶段。在那时，它的光芒会异常耀眼，直接变成一个活动星系核。眼下，银河系中心的黑洞处于相对安静的状态，只零星地释放一些无线电波和偶尔的 X 射线闪光。但天文学家已经确定，它过去曾经有过 eigen 活动。例如，在银河系附近的麦哲伦流，科学家认为它曾在大约100万至300万年前被银河中心一次 eigen 事件所光电离。这意味着银河系也有它自己的 eigen 循环，而这种 eigen 循环很可能正是驱动瑜伽轮回的能量源。在2015年，皇家天文学会月刊发表了一篇由国际科学团队合作的研究论文，其中包括凯文·施文斯基、迈克尔·科斯、西蒙·波尼和利亚 ·F 萨托里等科学家。他们详细描述了一个典型大型星系的 eigen 循环阶段，并估算了每个阶段的持续时间。需要注意的是，银河系不是大型星系，而是中等大小的星系，因此这些数据不能直接套用到银河系的情况，但它为我们理解 eigen 循环提供了重要参考。科学家们把一个 eigen 循环分成3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启动阶段，当中央黑洞开始吞噬物质时，周围的吸积盘会开始在可见光、紫外线和 X 射线波段释放辐射。这一刻 eigen 循环被点燃，这就是启动阶段。在一个大型星系中，这个阶段通常持续约1万年。eigen 活跃阶段，启动阶段过后，星系核心会变得极其明亮，在所有频段都释放出强烈辐射。由于电磁辐射本质上是高能光子流，这些光子会光电离宿主星系的星际介质，也就是把原子或分子里的电子击出，使它们变成带电的离子。当这一过程发生时，这个星系就会被正式认定为活动星系核。对于大型星系来说，这一阶段可持续大约10万年。关闭阶段，在活跃阶段结束后，黑洞停止吞噬物质，也不再释放显著辐射 ，eigen 循环进入休眠。不过，即使 eigen 活跃阶段结束，星系的星际介质仍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被光电离的状态，这是因为来自 eigen 阶段的光子回声还在星系中传播，延迟释放着它的影响。对于一个大型星系来说，关闭阶段的持续时间可能在1万到10万年之间。根据这项研究，科学家统计估算，一个典型大型星系的整个 eigen 循环，包括启动、活跃和关闭3个阶段，总时长约为20万年。不过，正如前面提到的，这些数字不能直接套用到银河系，因为银河系只是一个中等大小的星系。那么，银河系的 eigen 循环到底会持续多久呢？这里要注意一个关键点 ，eigen 循环的持续时间差异非常大。在一些小型星系中 ，eigen 活跃期可能只持续几十年，甚至短的只有几天。我开始想，如果银河系的 eigen 循环总时长比典型大型星系短一个数量级，也就是大约2万年左右，会怎样？
那它的长度就会非常接近瑜伽轮回的25800年周期，以及地球岁差的周期。进一步推进这个想法，尝试将 Eigen 循环的3个阶段对应到瑜伽轮回的4个时代，结果不仅合理，而且出乎意料的契合。由于目前银河系的核心亮度并不高，很可能我们现在正处于银河中心黑洞人马座 A 的启动阶段。这个阶段也许是在公元前676年左右，也就是上升黑铁纪开始不久后开启的。我们已经知道，人马座 A 一直在释放强烈的无线电波辐射。更重要的是，自2006年以来的观测显示，它在稳定辐射的基础上，还会不规则地爆发出强烈的 X 射线耀斑，并且这些耀斑非常难以预测。凯文·施文斯基及其同事在论文中还指出，来自银河中心的 X 射线光回声显示在过去几个世纪中曾出现过中等亮度的耀斑，因此很有可能人马座 A 目前正处于启动阶段。这些 X 射线辐射或许正是促使我们在上升黑铁纪中体型与寿命逐渐增长的关键，它们可能在无形中引发了有益的基因突变。按照这个推演，人马座 A 的 Eigen 活跃阶段可能会在黑铁纪结束的2025年之后启动，大约是在接下来的1200年火节气中某个时间点开启。这是不是跟前面提到的日本漫画预言家所说的2025年只是开始对上了？一旦进入 Eigen 阶段，它可能会持续整个上升瑜伽轮回的11700年，直至黄金时代结束。在这段时间里，银河系的核心将变得极度明亮，并对整个银河系的星际介质进行光电离。而来自人马座 A 的极端紫外线、X 射线和伽马射线等高能电离辐射的增强，可能会持续推动有益的基因突变，逐步让我们的颅容量、身高与寿命在上升周期中不断提升，直到黄金时代的顶峰。电离辐射对于杀灭细菌和致病微生物的效果极为显著，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古代传说中更高的瑜伽纪元，比如黄金时代几乎没有疾病的原因。地球大气层被光电离后，还可能给我们的情绪与心态带来积极影响。现代研究表明，接触负离子可以缓解抑郁、降低压力、提高精神警觉性，并改善认知能力。等到下一个黄金时代结束之后，人马座 A 可能会进入关闭阶段，大约会发生在随后1200年的红解期之中。这个关闭阶段可能会持续大约10200年，其中包括1200年的红解期，以及随后的9000年下降黑铁纪。在这一阶段里，人马座 A 将停止释放电磁辐射，没有了来自银河中心的高能信号，地球和人类的意识状态也将逐渐陷入下行周期的沉寂。随着银河的光电离效应逐渐减弱，这是因为外层星系中的光回声在慢慢消退，地球上的情况也会随之发生转变。有害的基因突变将重新占据主导地位，这些突变来源于宇宙射线、太阳紫外线以及放射性衰变等背景辐射，它们会逐渐缩短我们的寿命，削弱身体结构，并减小颅容量，各类细菌和疾病将再次大量繁殖。而在 Eigen 活跃期，由于负离子而带来的那种积极愉悦的精神状态也会一点点消散。因此，银河系中心黑洞人马座 A 的 Eigen 循环为瑜伽轮回中人类意识、身体与环境的周期性变化提供了一个合情合理的科学解释。每一次持续25800年的 Eigen 爆发都可能在地球上推动一个完整的瑜伽轮回。虽然我们还无法确定银河系的 Eigen 循环是不是真的正好是25800年，但我仍然对这个解释充满信心，因为它不仅能够解释瑜伽轮回中发生的所有变化，还与印度教的宇宙象征以及斯里尤克特斯瓦的著述高度契合。当然，也有人会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巧合的太过头了？难道人马座 A 的 Eigen 爆发恰好会等于25800年，与地球的瑜伽轮回和岁差周期完全一致？可大自然不正是充满了这样令人玩味的巧合吗？就在2020年12月，韦尔实验利用最先进的天文测量技术，确认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实：地球到银河中心黑洞的距离
正好是25800光年，是不是很惊人？想一想，如果人马座 A 的 Eigen 循环真的正好是25800年，那它就完全等于黑洞辐射到达地球所需的时间，也是25800年。这样一来，瑜伽轮回就会和银河中心的黑洞完全同向。也就是说，我们在今天看到的黑洞状态，正好就是它一个完整瑜伽轮回之前的模样。换句话说，只要观测黑洞的当前状态，我们就能判断我们正处于瑜伽轮回的哪一个阶段。这不是巧合，而是智慧设计的印记。智慧设计无处不在，只是因为我们正处在漫长黑暗时代的末尾，我们的双眼早已失去了洞察存在背后真实奥秘的能力。所以，看起来推动时代之轮运转的机制，是多种宇宙运动协同作用的结果。球形的太阳系，是的，太阳系是球形的，因为它被一层叫做奥尔特云的彗星球壳包裹，它每25800年自转一圈，这就是导致岁差2分点进动的原因。这颗旋转的太阳系还在以2.25亿到2.5亿年为周期，围绕银河中心公转，而且它正好位于距离银河中心25800光年的位置。银河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人马座 A 可能每25800年完成一次 Eigen 循环，而这一循环会在整个瑜伽轮回中持续引发我们意识、体格、寿命以及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在2025年黑铁纪结束之后的某个时间点，银河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人马座 A 将从 Eigen 循环的启动阶段切换到活跃阶段，而这一转变将为人类的精神跃升提供所需的巨大能量推动。推测它会发生在黑铁纪之后的1200年过渡期，也就是被称为火劫期的阶段里。然而，最近在 CNN 科学频道看到一条新闻，在过去的1年中，银河系中心的黑洞每天都会喷发出耀眼至极的强光耀斑，还伴随着许多更短暂的闪光。正如之前提到的，直到最近，这个黑洞只会释放无线电波，偶尔伴随一些 X 射线耀斑，所以这次观测到的现象的确是它行为模式的重大转变。以下是那篇报道中的一小段摘录。天文学家利用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在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附近捕捉到了动态的光耀斑。这种持续不断、密集频发的光秀，包括仅持续几秒的短促闪光，以及每天一次的令人目眩的强光耀斑。相关研究成果于本周2发表在《天体物理学快报》上。在我们的观测数据中，可以看到光亮不断变化，像在沸腾一样。该研究的第一作者，西北大学韦恩伯格文理学院物理与天文学教授法尔哈德·尤塞夫扎德在声明中说，然后砰，突然冒出一个巨大的亮光，接着它又平静下来。循环或许已经正式进入关键时刻。我们无法在这种活动中找到任何固定模式，它看起来是随机的。每次我们观察它时，这个黑洞的活动曲线都是全新的，令人兴奋的。这一切清楚地表明，银河系中心的黑洞正在从启动阶段向活跃阶段过渡，它的 Eigen 循环或许已经正式进入关键时刻。不过，人马座 A 目前仍处在 Eigen 活跃阶段的初始时期，因为它现在只释放可见光。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完全可以预期，它会变得更加活跃，并在从无线电波到伽马射线的全频段释放出极其强烈的辐射。原本我以为黑洞的启动会在2025年之后才发生，但事实证明，这一转变早在2024年就已经开始了。而现在回想起来，这似乎解释了很多2024年的怪现象。世界各地的很多人开始觉醒，开始看穿各种谎言与欺骗，并主动去追问世界真正的真相。直觉与心灵感应能力明显增强，越来越多人感受到一种巨大的转折正在逼近。人们对人类真正起源以及先祖非凡技能与智慧的兴趣正在不断升温。越来越多的声音在呼唤我们摆脱外界的喧嚣与负面，转而与内在的灵性保持一致，让心灵重新归位。银河中心黑洞的激活意味着
接下来的12000年，人类的精神觉醒将势不可挡地沿着上升轨迹前进，直至我们抵达人类意识的巅峰，在地球上显化出一个激进乌托邦的世界。这个进程不会被任何事物干扰，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它。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敞开内心，迎接这股全新的能量，放下那些束缚我们的恐惧与怀疑，并愿意去实现自己灵魂的潜能。关于银河中心黑洞的激活，让我几乎可以确定，正是人马座 A 的 Eigen 循环在驱动着地球上的瑜伽轮回。不过，还有另一条证据，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这个黑洞还有一个更长的周期，而它正好能解释2600万年的梵天昼夜循环。天文学家凯文·施文斯基及其同事2015年发表在皇家天文学会月刊的论文曾指出，活动星系核 Eigen 会在数千万到数亿年的时间尺度上反复开启与关闭。我认为，这些连续的 Eigen 爆发完全可以驱动一个长时间不中断的瑜伽轮回序列。不过，银河中心黑洞的 Eigen 循环并不会无限持续下去。一个黑洞通常会经历100到1万次不等的短期 Eigen 爆发，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积累质量。当它完成这个增重计划后，就会进入静息期。在这个阶段，它几乎不再释放任何辐射。正如那篇论文中所写的，很可能是大量的 Eigen 爆发，从100次到或许1万次，共同构成了一个持续1000万到10亿年的成长阶段。换句话说，我们之前所认为的一个1亿年的活动周期，其实是由无数个短周期事件叠加而成的。论文中还提到，Eigen 活跃期也许是由一次大型星系并合触发的，应被划分为大约1000次短爆发。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典型的大型星系来说，中央黑洞会经历大约1000次 Eigen 循环，这就构成了它的成长阶段。而当这个成长阶段结束时，黑洞就会彻底安静下来，进入一个长时间的静息期，直到很久以后 Eigen 循环才会重新开始。这种行为模式与我们已知的梵天昼夜循环高度吻合。在古印度宇宙观中，一个梵天之日包含连续500个完整的瑜伽轮回，而每个瑜伽轮回的时长正是25800年。如果每一个瑜伽轮回都是由银河中心黑洞人马座 A 的一次 Eigen 爆发驱动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人马座 A 需要连续经历500次 Eigen 爆发，才能完成它的一个成长阶段，然后进入静息期。这与梵天之日结束进入梵天之夜的情形完全一致。根据天文学家凯文·施瓦文斯基及其同事的研究，一个典型的大型星系在完成其成长阶段时，大约会经历1000次 Eigen 爆发。而由于银河系只是一个中等大小的星系，因此完全有可能，它的中心黑洞人马座 A 的成长阶段只包含500次 Eigen 爆发，这恰好驱动了古印度宇宙观中的梵天之日。更令人惊讶的是，在经历了约1000次 Eigen 爆发的成长阶段后，一个典型的大型星系的中央黑洞会彻底安静下来，不再释放任何辐射。这完美对应了梵天之夜的情景，瑜伽轮回的循环戛然而止，地球上迎来物种的大灭绝。由此可见，两大宇宙时间巨轮，瑜伽轮回25800年周期，梵天昼夜约2580万年周期，背后可能由同一银河中心黑洞的 Eigen 活动机制紧密相连，共同驱动。一个循环解释了另一个循环，这些惊人的对应关系让我更加确信，古人所说的那些巨大时间周期，其背后的驱动力正是银河系中心黑洞人马座 A 的 Eigen 周期和生长阶段。现在我们提出与银河系中心黑洞人马座 A、S-A 行为相关的3条假设。银河系中心黑洞 S-A 的一次 Eigen 爆发持续25800年，并驱动一个同样时长的完整瑜伽大周期。银河系中心黑洞 S-A 的生长阶段由500次 Eigen 爆发组成，并驱动一个时长1290万年的梵天之日。其结束后，地球会发生一次物种大灭绝。银河系中心黑洞 S-A 的静止阶段持续1290万年，被吠陀贤者称为梵天之夜，
在此期间，万物的创造处于完全停滞状态。当然，这一切也引出了更多疑问：古人究竟是如何得知这些如此漫长的时间周期的呢？他们怎么可能知道银河系中心存在黑洞，以及它的大小周期呢？难道这些都是他们自己推算出来的吗？事实上，他们一直声称，他们的智慧、技能和知识是由诸神与圣贤赐予的。而这又引出了新的问题：这些存在究竟是谁？为什么我们今天看不到他们？这些问题的答案很可能与 UFO 现象有关。随着更多关于这些异常事件的真相浮出水面，我们或许最终能揭开这一谜团。有人可能会疑惑，我们究竟是怎么知道银河系中心真的存在一个黑洞的呢？有没有可能，银河系中心那个充满能量的宇宙实体根本不是黑洞，而是完全不同的存在？那它究竟又会是什么呢？